我追了傅君白12年，无果后，转身嫁给了深爱我8年的江之宇。婚后1年，我们恩爱有加，是旁人眼里最登对的夫妻。可就在我意外流产、大出血病危的那个雨夜，我最需要依靠的时候，江之宇的手机却彻底关机，杳无音讯。我挣扎着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，清醒时看见江之宇跪在病床前，眼眶通红，模样憔悴。他一遍遍低声道歉，解释自己是临时碰上紧急工作，不得已关了机，对着我反复发誓，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我独自承受风雨。我念着他8年不离不弃的陪伴，压下心底所有委屈，选择原谅了这场致命缺席。我以为这份失而复得的安稳会一直延续，直到一场百日宴彻底撕碎了所有温柔假象。朋友为女儿办百日宴，宴请了江城大半名流权贵。江之宇怕我触景伤情，想起刚失去的孩子，特意让我在家休养，独自赴宴。我收拾屋子时，无意间翻到他遗忘在家的过敏药，放心不下，怕他出事，连忙驱车赶去宴会酒店，却在半掩的包厢门外听见了脆骨冰凉的真相。包厢内笑语喧哗，江之宇慵懒肆意地靠在沙发上，语气凉薄又偏执，字字扎心。我就是故意关机的。他追了傅君白12年，12年的执念，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嫁给我？说白了，我就是个接盘侠。谁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流掉了也好。喧闹的包厢瞬间死寂，空气凝固的让人窒息。我僵在原地，浑身冰凉刺骨。这一刻我才彻底明白，全城艳羡的8年深情，从来都是一场精心伪装的骗局。几秒沉默后，有人试图缓和替我辩解，却立刻被旁人打断。有什么不对？换谁心里都膈应。整个江城谁不知道，陶薇当初像舔狗一样追着傅君白跑了12年。多少人背地里笑话宇哥当了接盘侠，她怀孕被质疑再正常不过。我支持宇哥的做法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清脆的碰杯声骤然响起，刺耳又讽刺。紧接着有人惊呼：宇哥，你不是酒精过敏吗？怎么还喝酒？不等江之宇回应，身边兄弟便笑着解围：都是假的，宇哥从来就不酒精过敏，那是他故意放出去的假消息罢了。我低头看着掌心紧紧攥着的过敏药，指尖泛白，心口阵阵抽痛。原来他所有的温柔人设，专属软肋，体贴细节，全是演给世人，演给我的一场戏。包厢里又有人满心疑惑，开口问道：宇哥，你既然这么介意他的过去，根本放不下，何必耗费8年时间死追着他不放？以你的身份地位，江城随便多少名门千金、绝色佳人，都心甘情愿为你奔赴。这个困惑了我整整1年的问题，终于等到了最残忍的答案。江之宇抬眸轻笑，眼底没有半分爱意，只剩不甘与敷衍。谁说我不喜欢？只是费尽心思取到手之后，觉得也就一般般。我花了8年的时间和精力在他身上，怎么可能甘心轻易放弃？现在的陶薇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一想到他曾经深爱过别人，我心里就膈应得慌。原来他不是不爱，是爱过之后迅速厌弃，只剩执念与不甘。这短短几句话，碾碎了我婚后所有的庆幸、感恩与珍惜。我再也听不下包厢内的半句闲谈，将手里的过敏药轻轻放在酒店前台，转身离开。来时月朗星稀，归途乌云密布。车子刚驶出酒店，瓢泼大雨骤然倾泻而下，
和我流产那晚的天气、时间分毫不差。那些被我刻意压在心底的记忆，瞬间翻涌而上。出事当晚，江之宇温柔至极，全程在家陪着我。我们一起吃了晚饭，在院子里散步乘凉，还并肩看了一部老旧的温情影片。银幕里一家三口温馨和睦的画面，让他满眼柔软。他半跪在我身前，轻轻贴住我尚且平坦的小腹，语气虔诚又温柔。宝宝要乖乖在妈妈肚子里长大，爸爸很爱你。我当时还笑着吃醋，打趣他有了孩子就不爱我了。他立刻抬头，眼神深情又笃定，牢牢锁住我的目光。傻话，我最爱的人从来都是你，谁也替代不了，就算是我们的孩子也不行。那一刻，我彻底沦陷在他的温柔里，满心庆幸自己及时放下12年执念，嫁给了始终偏爱我的他。影片看到一半，他接到一通工作电话，临走前再三叮嘱我好好在家等他，一定会尽快回来。我本不是粘人的性格，可那晚却莫名心绪不宁，频频站在院门口盼他归来。就在我等候之际，不知谁家的大型犬突然挣脱束缚，直冲我奔来。我吓得浑身僵硬，慌忙躲闪，不慎踏空台阶，重重摔倒在地，腹部瞬间传来剧痛，温热的鲜血迅速浸透衣物，恐慌席卷了我。我第一时间拨打江之宇的电话，从起初的占线到后来的彻底关机，始终无人接听。路人好心将我送往医院，彼时我已经大出血病危，性命垂危。医生紧急告知需要家属签字手术，可我母亲早逝，父亲早已重组家庭，偌大的世间，我唯一的家属只有江之宇。求助无门，我只能忍着剧烈的疼痛与极致的恐惧，颤抖着手自己签下了手术同意书。最终2个月大的孩子彻底没了，我侥幸捡回一条性命。再次睁眼，江之宇憔悴狼狈地守在病床前，双眼通红。看见我醒来的瞬间，他眼底瞬间亮起，紧接着红了眼眶，失声落泪。他把所有过错尽数揽在自己身上，一遍遍自责忏悔，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我和孩子，说我当时一定又怕又疼。我认识他8年，从未见过他落泪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埋怨与委屈都被他的眼泪化解，我甚至还温柔安慰他，从不怪他。现在回头想来，只觉得无比荒唐可笑。雨夜出院归家，我刚结束和离婚律师的通话，江之宇便推门回来。他见我独自站在阳台，快步上前，想要拥我入怀，我下意识后退躲开。落空的动作让他满心疑惑，温柔询问我是不是因他晚归生气。他随口解释是被合作方缠住谈项目，语气轻松宠溺。我蓦然抬眼，清晰看见他衬衣领口处一枚浅浅淡淡的唇印，无声又刺眼，像是对我所有真心的公然宣战。他敏锐察觉我脸色惨白，情绪低落，瞬间紧张慌乱，执意要带我去医院做全身检查，连夜动用所有人脉，请来休假的资深专家为我诊治。手术室外，他始终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温柔安抚，眼神里的心疼与担忧真切无比，让我一时分不清他的深情到底是真心，还是常年演绎的假象。我让他独自出去等候，独处的片刻，过往岁月涌上心头。12岁那年，母亲离世，父亲迅速再婚，我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、无人依靠的孤女。至暗绝境里，是年长6岁的傅君白护住我，照亮我，拉着我走出阴霾。
我错把感激当爱意，执着追逐了他12年，从城南追到漠北，最后只换来一句，他对我只是兄妹关怀。漠北风沙漫天，我彻底斩断12年执念，转身就看见不远处的江之宇。所有人都在看我狼狈落魄的笑话，只有他快步走来，盯着我额角的伤痕，满心疼惜的问我疼不疼。8年陪伴，他永远能精准捕捉到我的脆弱。我感念他的不离不弃，满心珍惜这段婚姻，却从未知晓他心底藏着这般扭曲的偏执与不甘。我收回纷乱思绪，淡淡开口，你出去吧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他虽满心疑惑，却依旧顺从，转身离开。深夜的医院走廊空旷寂静，细微的声响都清晰可闻。角落阴影里传来压低的交谈声，熟悉的男声正是江之宇，而对面的女孩是他身边那个爱笑软糯、看似单纯无害的实习助理阮萌萌。之宇哥哥，我怀孕3周了，医生说就小小的一颗种子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女孩语气雀跃天真，满是欢喜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江之宇的声音温柔缱绻，是我许久未曾听过的宠溺。开心。阮萌萌立刻开心地抱住他，转瞬又红了眼眶，哽咽着局促不安。我知道你不会想要这个孩子的，他是私生子，会影响你的事业，影响你和薇薇姐的感情。我静静立在暗处，看着他小心翼翼捧起女孩的脸，温柔拭去她的泪水，语气珍重郑重，和当初得知我怀孕时一模一样。傻姑娘，说什么胡话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一定会留下他。心底最后一丝残存的念想彻底碎裂湮灭，我蓦然转身，再无半分留恋。刚走出医院大门，我便收到江之宇的消息，依旧是老套的工作借口，说项目突发紧急状况，这2天都回不来。从前我总会心疼他奔波辛苦，如今只觉得无比恶心。我面无表情删除消息，驱车回家，开始收拾自己所有的东西。满屋皆是他8年单相思里一点点攒下的浪漫痕迹。宝石雕刻的蔷薇，金线编织的蔷薇，印着蔷薇花的绝版邮票，专属定制的蔷薇香水。他曾说，想我的时候就会寻找蔷薇，每一朵蔷薇都是他的思念。从前有多热泪盈眶，此刻就有多讽刺难堪。我将贵重的蔷薇藏品全数捐赠慈善机构，零碎的小物件尽数装进纸箱，拖到院子里，一把火烧尽。跳动的火焰灼痛了我的指尖，也彻底烧尽了我对他最后一丝情谊。我抬手拭去眼角泪水，默默发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他流泪。我爬上书架顶层，取出上锁的储物盒，里面尘封着我的相机和镜头。婚后他事事依我，百般宠溺，唯独禁止我做野生动物摄影师，说是担心我奔波遇险。我当初体谅他的用心，心甘情愿封存了毕生热爱。如今爱恨落幕，我的人生再也不用为任何人妥协退让。我立刻联系南非的老同学，敲定加入野生动物拍摄团队的行程。收拾行李之际，10几条匿名消息突然涌入手机，全是阮萌萌发来的挑衅证据。孕检单上，父亲一栏赫然写着江之宇的名字，还有他系着围裙为阮萌萌下厨，两人相拥卧床，满身吻痕的亲密照片。文字字字诛心，极尽炫耀。陶薇，你以为他爱你吗？他爱的从来是我和我的孩子，今晚他还要为我们放全城烟花。你用的定制香水是我嫌弃味道不好剩下的，你拥有的所有浪漫
全是我不要的破烂，你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我心底毫无波澜，逐一保存所有照片、文字证据，打包转发给离婚律师，足够让我在离婚官司里占据绝对优势。情爱皆虚，唯有钱财与自由最是安稳。临登机前，江之宇的敷衍消息再次发来，我懒得细看，直接将他彻底拉黑。10几个小时航程后，我落地非洲大草原。辽阔无垠的原野治愈了我所有的阴霾与伤痛。我跟着团队穿梭在山川草原之间，用镜头记录斑马渡河、飞鸟栖于鄂贝的壮阔与温柔。所有情爱纠葛、人间烦恼都变得渺小，不值一提。而远在江城的江之宇，连日沉浸在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中，忙着装修婴儿房，采购母婴用品，满心欢喜，期待孩子降生，彻底将我抛之脑后。直到闲暇时刷新聊天框，才发现我的消息永远停留在百日宴那天，叮嘱他酒精过敏，少喝酒，记得带药。心头骤然涌上强烈的不安，他连忙编辑消息，撒娇让我做糖醋里脊，等他回家。可发送瞬间，刺眼的红色感叹号弹出，他已经被我彻底删除。巨大的慌乱席卷全身，他顾不上身边的阮萌萌，只想立刻归家见我。面对阮萌萌委屈的追问，他语气敷衍，满心都是消失的我。阮萌萌含泪逼问，让他在我和他之间做选择，他几乎不假思索，微微是我老婆，这点永远不会变。他匆匆赶回满是回忆的别墅，推门而入，却只剩一室死寂。满墙的蔷薇摆件尽数消失，我的衣物、行李，所有痕迹悉数清空，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，再也没有一丝我的气息。江之宇彻底慌了，疯狂联系我所有亲友，四处打探我的下落。偏执地认为我只是闹脾气离家出走，甚至胡思乱想，觉得我回头去找了傅君白。就在他濒临崩溃之际，离婚律师登门，递上了一纸离婚协议书。看着附件里密密麻麻、无可辩驳的出轨证据，江之宇如遭晴天霹雳，彻底崩溃。他疯狂撕碎协议，拒不签字，抢过律师的手机，对着电话里的我卑微哽咽求和，一遍遍说着我错了，求我不要离婚。我语气决绝，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不愿耗费半年时间走诉讼流程，干脆将所有丑闻证据尽数发给了与江氏常年竞争、势同水火的傅君白。傅君白是极致的生意人，绝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绝佳机会。短短1小时，全网热搜被江氏总裁出轨的丑闻霸占，铺天盖地的舆论席卷全网。网友从声讨渣男，逐渐蔓延至抵制江氏所有产品，合作方纷纷撤资解约，线下门店全面下架货品，江氏集团一夜之间股价暴跌，濒临破产。江之宇的公关团队紧急公关，为他塑造深情不移的人设，试图扭转舆论风向。为了彻底杜绝他翻盘的可能，我亲自下场，将阮萌萌的所有挑衅言论、实锤证据全部放出，彻底引爆全网舆论。全网哗然，人人替我鸣不平，声讨江之宇的虚伪与绝情。走投无路、身败名裂的江之宇，最终被迫签下离婚协议。事业尽毁、名声扫地的极致绝望里，他想起了怀有身孕的阮萌萌，以为自己尚且还有一丝慰藉。他驱车买了他最爱的白玫瑰，匆匆赶赴公寓，推门而入，却看见桌上那张冰冷的人工流产手术单。往日软糯天真的阮萌萌，此刻眼底只剩刺骨的阴冷
与恨意，笑得诡异又嘲讽。他字字泣血，揭开了所有终极真相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接近你，勾引你，给陶薇发证据，全是为了我姐姐阮甜甜。当年我姐姐满心欢喜喜欢你，从未纠缠，你不喜欢大可拒绝，可你偏偏当众羞辱她，丑陋下贱，痴心妄想，逼得她绝望自杀。阮萌萌红着眼嘶吼，还有陶薇流产那晚，吓她的大狗是我找人放的，是我亲手制造意外，让你们彻底决裂，让你亲手推开最爱你的人，亲手毁掉自己的孩子。江之宇浑身僵滞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从未想过，自己年少时一句刻薄轻狂的羞辱，竟毁掉了一个女孩的一生，也为自己埋下了灭顶之灾。陶薇早就彻底放下傅君白了，婚后他满心满眼全心全意都是你，是你偏执狭隘，满心猜忌，亲手毁掉了最爱你的人，毁掉了你的婚姻和孩子。这句嘲讽彻底压垮了濒临崩溃的江之宇，极致的愤怒、悔恨与绝望彻底吞噬了他。他失控掐住阮萌萌的脖颈，两人激烈争执拉扯，最终双双失足，从高楼坠落。1个月后，我回国清点资产，卖掉了那座装满虚假温情的婚房。听闻两人坠楼身亡，死状惨烈的消息，我心底无波无澜。清算所得的资产，足够我余生衣食无忧，遍历山河，追逐热爱。数年爱恨纠葛，终落尘埃。往后山河辽阔，风月无边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晚安，所有不堪的过往。